海灯节在变得更贴近现实，或者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原神在文化传递上变得更具有现实意义。我们可以发现，原神在自己的故事中逐渐加入了更多指向现实问题的内容，比如这次 4.4 大版本中，闲云传说任务和海灯节这两个故事的内核都是基于家以及亲子关系展开的。闲云和远代，佳明和叶德，一对虽然是师徒，但很像母女，另一对则是真父子。两个故事都是通过解决矛盾、迎来和解去传递家的温馨，而作为站在第三视角看问题的玩家，或多或少都能从这次的剧情中看到自己和父母或者自己和孩子相处时的影子，从中收获的除了温度，也有处理亲子关系的办法。那相比闲云和远代这对更远离世俗的组合，我想更多的玩家会和佳明的故事产生共鸣。佳明父亲对儿子的规划是继承家业，从叶叔的话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态度，走镖是危险的，在礼月港太辛苦太累的。其实这种选择的背后和年龄、身体机能、阅历不无关系，而佳明作为年轻人，身体更有活力，精神上的好奇心也更充足，因此选择更大的舞台本就理所当然，所以这种矛盾的背后是观念上的差异。另外值得推敲的是，佳明的这种性格和选择会不会也受到父亲的影响呢？毕竟叶叔作为茶商，在起家的过程中是辛苦的，而这种辛苦很大概率会导致叶叔忽略掉儿子的诉求。那作为父亲，在亲子关系中呢，就会存在失位的情况。而从佳明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叶叔是比较固执专制的人。那有研究表明，专制型的教育方式呢，会提高亲子关系中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所以佳明和叶叔的矛盾和他们一贯的相处方式应该也有着莫大的关系。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在解决亲子矛盾的过程中，家长应该是主动寻求变化的一方。那么为了让叶叔能转变想法，在剧情中我们先安排了两位仙人假意结镖，来让佳明出风头，然后又意图通过闲云生鹤展露天伦之乐来影响这对父子，让他们去缓和关系。不过很显然，我觉得闲云阿姨选择申鹤作为搭档是错误的选择，虽然最后歪打正着，但真的是给我笑到椅子下面去了。最近夜深的时候，我会去厨房和锅巴聊天。锅巴不会说话，但有了这份陪伴，我心安很多。其实这整个计划中最关键的人物还得是意外遇到的钟离。不得不说，活得久，说起话来也是头头是道。帝君先用他可靠优雅的谈吐夸赞了佳明，待叶叔袒露心声后，又称其想法理所应当，并点出养育如同放风筝，需要张弛有度，过松过紧都会导致风筝坠地。待叶叔想法有所松动时，又趁热打铁，说小辈的成长不过眨眼一瞬。我想此刻已是父母的玩家，心里应该感触颇多吧。不得不说，钟离先生这口舌的能耐，怪不得可以在璃月港分文不花还不愁吃喝。你看他在开导叶叔之前，隔壁的金盆小伙也是没有放过。以风筝作比，起飞稳定的动力风筝看似不错，但缺少了一些摇曳的姿态。又以堂主癖好为引，邀金盆常来小坐，多多接触人事。我理解的大概意思就是，一帆风顺的人生虽然是不错的，但也少了些许起起落落的精彩故事。有时候走错路也不全然都是坏事。那么随着众人的努力，最终佳明用一次精彩的演绎打动了父亲，两人重归于好，过上了和和美美的海灯节。要不说家和万事兴，家和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我想当我们看到佳明拥抱父亲的那一刻，在我们的心里或许也拥抱了那些我们至亲至爱的人。我认为 4.4 版本的剧情针对的可能并非是年轻的玩家群体，而是有一定阅历、有一定感悟的大朋友。我们这些大朋友，有的可能刚步入大学或刚步入社会，离家万里；有的可能已为人父母，每天忙到身心疲惫。那么这次温暖且有营养的剧情，我想一定会为各位注入能量。虽然在现实中，父母也许比叶叔还固执迂腐，子女呢可能远不如佳明独立坚定，沟通的成本远比游戏中展示的要高得多。但从剧情中，我们多少能总结出通向成功的经验。比如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想要改变对方的想法，客观的事实很重要。如果佳明没有通过走镖完成经济独立，没有用自己的热情结交众多好友，那么他就无法获得这次重要的对话机会。也正是因为佳明一直以来的努力，收获到了朋友的帮助，收获到了观众的喝彩，叶叔心中最后的疑虑才会被打消。我想当佳明随着震天鼓声舞动的时候，这一份感动不仅来自于传统文化，
也因为他一直以来的努力获得了认可。正如钟离说的，迎难而上的精神最为难得，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也正是我们的民族精神。那么在此新春佳节之际，提瓦特地理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有迎难而上的精神，有永不言弃的热情，用双手把梦想变为现实。最后我们回顾《原神》4次海灯节，剧情逐渐从大联欢转变到了具体的人和事儿，从提供情绪价值递进到更具有现实意义的寓教于乐。我觉得这实际上也是《原神》3年剧情发展的一个缩影。那么现在的《原神》已经不单是讲好提瓦特故事的《原神》，也承担着构建精神文化家园的责任。那么这种变化对玩家来说到底是好还是坏？我想这个判断还是留给玩家自己吧。好的，我是提瓦特地理，那么我们下期再见。